男人脑癌去世，却给妻子留下了7封信件，每封信里都藏着男人生前对妻子未说完的爱意与牵挂。葬礼上，妻子开心地招待着客人，但脸上的笑容是妻子强装的镇定。她不想让众人看到她心底崩塌的世界。大家都以为这个女人很坚强，只有她自己知道，在30岁就失去心爱的丈夫是种什么样的滋味。葬礼结束之后，霍利抱着丈夫的骨灰回到家中，将它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床边，仿佛他从未走远。接着，霍利习惯性拨通了丈夫的电话号码。Hey, it's Jerry. That is Gary Limo. Leave a message. Hey, it's Jerry. That is Gary Limo. Leave a message. 整个房子里满满的都是两人的甜蜜回忆。霍利轻轻披上丈夫的衣服，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将他包裹，好像他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仿佛他的温柔依旧还在。霍利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不知不觉中困意如潮水般袭来。她挣扎着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却又习惯性的喊出丈夫的名字，让他去关灯。片刻的寂静后，霍利才猛然惊觉，丈夫已经不在了。那一瞬间，她的心里五味杂陈。日子一天天过去，霍利似乎总能听到丈夫坐在沙发上唱着那首她最爱的歌曲，那声音是如此真切。霍利忍不住抱着丈夫常坐的沙发，在那里睡了半个月，似乎这样能离丈夫更近一些。霍利已无心再去打理家务，厨房也变得乱七八糟，因为生活的动力已经随着丈夫的离去也一同消失了，班也不想再去上了。她就这样颓废地待在家里，不出门与世界隔绝。她在丈夫的遗像前轻轻唱起两人最爱合唱的情歌，那些美好的回忆如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就在这时，母亲和闺蜜们突然出现，霍利满脸尴尬，觉得自己像个失去理智的神经病，但没有人会笑话他。这些人的突然到来是为了给霍利一个生日惊喜。今天是霍利30岁生日，可没有丈夫在身边的生日又怎能完整呢？闺蜜说有一个霍利的包裹寄到了她家里，于是她便把包裹给霍利带了过来，这让霍利的心中涌起一丝好奇。好奇的众人围拢过来，一同打开了包裹，一个蛋糕赫然出现在眼前，上面清晰地写着老婆生日快乐。这一刻，霍利有些蒙圈，她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甚至以为这是丈夫的朋友搞的恶作剧。然而丈夫的朋友却严肃地解释说，这个蛋糕与他没有半点关系。就在这时，大家发现蛋糕盒上还有一个录音机，霍利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播放键，录音机里传出的声音让所有人心头一颤，因为那是霍利丈夫的声音。 Hey, baby. Surprise. 霍利这才明白，原来这个生日蛋糕是丈夫生前为她预定的。丈夫把蛋糕寄到朋友那里，是因为他太了解妻子了，他知道自己离去后，妻子一定会陷入颓废，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让朋友们带着蛋糕包裹来看望妻子。他做这一切无非是想减少妻子的痛苦，让妻子能过一个快乐热闹的生日。丈夫还在录音机里说道， Letters that will be coming to you all sorts of ways. Letter number 1 will be arriving tomorrow. I just hate the idea that I'm not gonna be there to see you. Must do what I say, okay? And just go out and celebrate tonight. Go out with your girlies. 霍利虽按照丈夫的要求跟闺蜜出来玩耍，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可霍利的心却依旧被愁云笼罩。她深知丈夫希望她走出家门，是不想让她沉浸在无尽的悲伤里。可丈夫越是这般在乎霍利的感受，霍利就越发不能接受丈夫离去的事实。她在心底质问上帝为何如此残忍，要夺走她心爱的男人。这一晚，霍利将自己灌得不省人事，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将她送回了家。或许这一晚真的是丈夫去世之后霍利睡得最安稳的一晚吧。第二天清晨，正在熟睡的霍利被闺蜜的电话吵醒，闺蜜在电话里提醒她别忘了收丈夫的信。她撂下电话，一路小跑朝着楼下的信箱奔去。在这里，她收到了丈夫死后寄来的第一封信。当她看到那熟悉的笔记，她的心脏不禁微微颤抖。丈夫在信中叮嘱妻子买一盏床头灯，他担心妻子晚上去关灯之后，在返回床上的过程中会跌倒撞伤。丈夫还让妻子去买一套性感礼服。丈夫说，就算他不在了，也希望妻子能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丈夫提醒妻子，那套性感礼服会在下一次收信的时候用到。霍利依照丈夫的要求，买了一盏床头灯，也穿上了那身性感漂亮的礼服。她躺在床上，那些与丈夫共度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不断浮现。每一个曾经的夜晚，临睡前他们都会因为谁去关灯而嬉笑打闹。丈夫总喜欢跳着那些奇怪又可爱的舞蹈逗妻子开心。想着这些充满欢乐与幸福的过往，霍利的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笑出了声。她在心里不停地琢磨，丈夫为什么要让我买这件礼服呢？带着这份疑问，时光悄然流逝。不久之后，霍利又收到了丈夫寄来的第二封信。丈夫在信中提起了两人曾经参加过的那场歌唱大赛。霍利读着信中的文字，她的记忆被拉回到了那场歌唱大赛。那天晚上，丈夫怂恿霍利上台唱歌，可谁能料到，霍利竟在舞台上意外跌倒出了大糗。那一晚成了霍利的耻辱，鼻青脸肿的她躺在医院里，暗自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去那家歌厅唱歌。丈夫在信中强调，要霍利必须去那家出糗的歌厅再唱一次。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I'm doing this. 霍利鼓起勇气，她按照丈夫的要求，身着礼服再次踏入了那家曾让她出过糗的歌厅。她坚定地站在了舞台上，
为死去的丈夫献唱了一首，台下掌声雷鸣。可在霍利的眼中，台下只有丈夫一人。霍利能重新站在这里，于她而言是一次艰难的自我突破，这正是丈夫所期望看到的。丈夫希望在他离开之后，妻子能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这一刻，霍利终于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不知不觉间她的眼眶已经泛红，心中满是对丈夫的思念与感激。几天之后，霍利收到了丈夫寄来的第3封信，丈夫在信中让妻子把他的衣服全都扔掉。霍利满心疑惑，她不明白丈夫为何如此要求，那些衣服承载着太多关于丈夫的记忆，霍利真的舍不得扔，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听从丈夫的安排，把丈夫所有的衣服都打包丢掉。似乎每一件衣服的离去都带走了一部分霍利的眷恋与不舍。从这一天起，霍利便守在收件箱旁，满心期待着第4封信的到来。当终于收到信时，她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然后按照丈夫的指引来到了一家旅游公司。旅游公司的接待一眼就认出了霍利，显然她与霍利的丈夫很熟。原来丈夫在生前就已经为霍利精心安排了一次爱尔兰旅行。就这样，霍利和闺蜜们一同踏上了这趟爱尔兰之途。这里正是霍利与丈夫相识的地方。他们来到了丈夫提前预定好的木屋小城堡。闺蜜在屋里发现了第5封信，丈夫让闺蜜带霍利去她生前最爱的那家酒吧。当几人来到酒吧时，歌手正在舞台上唱着动听的歌曲，台下的霍利听着歌，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原来这里就是两人定情的地方。那时霍利来这里旅游，台上唱歌的歌手正是丈夫，丈夫为霍利深情献唱。那一晚，霍利成为了酒吧里的主角。曾经的往事是那样的甜蜜，可如今因为丈夫的去世，那些甜蜜的回忆却变成了锋利的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霍利的心。这里的每一个场景都如同一个漩涡，将霍利卷入深深的思念与哀伤之中。她实在无法承受这种割心之痛，她只能选择逃出酒吧。 Wanting me to remember all these things that make it harder. It's cruel. 第2天，霍利和闺蜜们来到湖中央钓鱼，结果上钩的鱼儿大得出奇，竟把3个人拽得人仰马翻。What happened to our oars?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坐在船上等待救援。就在聊天之际，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曾经坚决不要孩子的闺蜜竟开心地宣布她怀孕了，而另一个一直奉行单身主义的闺蜜也宣布她要结婚了。这2个消息如同惊雷，把霍利惊呆了。她突然意识到，身边所有人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唯有自己还固执地活在过去，停滞不前。直到这时，霍利仿佛才真正明白了丈夫让闺蜜们陪她旅游的意义。爱尔兰是丈夫的老家，于是霍利决定前去看望丈夫的父母。一路上，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她满心愧疚，因为是她将2位老人的儿子从这个地方带走的，她生怕丈夫的父母会责怪。然而事情并未如她想象的那般糟糕，相反，丈夫的父母热情地招待了她。父亲碰巧在儿子去世的时候摔断了腿，因此没能赶去参加儿子的葬礼，这也成为了他老人家的遗憾。紧接着，父亲将儿子的第6封信交给了霍利，这封信中写着2人相遇相识的点点滴滴。 You are now standing in my fort where I did all my big thinking. This is where I stood thinking about you after the very first time we met. 那天，男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第一次遇见了迷路的霍利，而霍利五彩斑斓的衣服与周围的景色奇妙的相融，一切都显得如此自然而和谐。男人被这美好的一幕深深吸引，他不由自主地走上前，主动提出为他带路。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着彼此的理想。霍利乐观活泼的性格宛如春日的阳光，暖暖地照进了男人的心房，让他在不知不觉间就深陷其中。他就这样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个初次见面的女人，他们仿佛是久别重逢的知己，有着聊不完的话题。时光在欢声笑语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霍利就到了居住的民宿。分别的时刻来临，男人望着霍利的背影，心中涌起无尽的不舍。正在他绞尽脑汁不知该如何叫住对方时，突然看到远处跑来一条狗，男人灵机一动，毫不犹豫地朝着霍利冲了过去，从背后一把抱住了他。 Wild Irish dog. A what? Like one person. And if we separate, you'll feel tiger vital parts. 当狗狗走近时，霍利这才发现狗狗脖子上挂着名牌，原来这只是一条有主人的宠物犬，根本不是男人所说的会咬人的野狗。他瞬间明白，这不过是男人想亲近他而耍的小骗局，但他心中却满是欢喜，因为他也已然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他将计就计，直接吻了上去。一见钟情的2人就这样紧紧相拥，他们在热恋时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霍利做起了房产中介，然而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压力导致2人时常发生争吵。丈夫每次生气时都会离家出走，但没过多久，他又会自己回来，然后穿着搞怪的服装，跳着奇怪又可爱的舞蹈，把妻子逗得哈哈大笑。霍利在丈夫的信中重温着2人的过往，这时她才真正意识到，丈夫竟是如此深沉地爱着她。丈夫在信中鼓励妻子放手去做喜欢的事情，霍利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毅然辞掉了中介工作。她待在家里，沉浸在寻找设计高跟鞋的创作灵感之中。原本就有艺术功底的她，做起这件事来得心应手。
每天忙于设计的她，仿佛将那些伤心事渐渐忘却，而这也正是丈夫所期望看到的。丈夫从不害怕妻子会将他忘记，他只担忧妻子一想起他时会伤心难过。霍利还亲手为闺蜜量身定做了一双婚鞋，闺蜜的惊呼声中满是赞美，她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鞋子。闺蜜的认可如同给霍利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她更加努力地投入到高跟鞋设计之中。这天，母亲安排霍利相亲，结果她竟当着相亲对象的面喊出了丈夫的名字。I'm Daniel。霍利这才明白，原来她根本无法忘记死去的丈夫，那份爱已经深深烙印在她的心底，无法磨灭。即使生活还在继续，即使她努力地去追寻新的方向，但丈夫始终在她心灵的深处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她哭着扑进母亲的怀里，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在寻求最后一丝安慰。她的内心充满了困惑与痛苦，始终想不明白命运为何如此残酷，先让她嫁给一个如此完美无缺的男人，却又无情地将她从身边夺走。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渴望，那就是好想再跟他见上一面。母亲看着女儿这般痛苦，心中满是不忍。她带着霍利来到公园散心，接着母亲将男人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交给了霍利，并说出了所有真相。原来之前的那些信都是男人拜托母亲寄的。母亲原本并不打算帮男人寄信，因为她担心霍利看到这些信后会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然而母亲最终还是被女婿的深情所打动，她实在无法拒绝这份深情的拜托。母亲对着霍利郑重地强调道，这是他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不管你以后是否孤身一人，你都应该继续向前了。霍利没有当着母亲的面打开那封信，他将那份急切与渴望暂且压抑，直到回到家之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 Dear Holly, but I have a feeling this is the last letter by loving me, Holly. Thank you for the honor of being my wife, and I'm just one chapter in yours. There'll be more. Don't be afraid to fall in love again when life as you know it ends. P.S.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霍利泪流满面。值得感动的是，7封信的每个结尾都附注着那句永恒不变的我爱你。直到这一刻，霍利才真正明白了丈夫寄来这些信的意义。她决定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生活，即使心中的伤痛永远无法磨灭，但她会让这份爱成为前行的力量，让自己在时光的磨砺中慢慢成长，慢慢释怀，去拥抱新的可能与希望。